当年微莎的那个项目，你们还记得吗？王总，微莎是徐总投的项目。你看看，还是有年轻人不知道。当初啊，大家一股脑的抛弃了传统电视，改投小屏幕设备的时候，徐云峰偏偏和别人反着来，盯上了网络电视和聚会大屏。那时候谁看得上微莎呀？就他觉得那是个机会啊，给投了天使轮，还领投了 A 轮和 B 轮，成就了微莎。彼此成就，我也没想到他们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得那么成功。你就别客气了，你就是眼光比我们都长远啊！好了好了，那你为什么觉得脱口秀未来不会成为一个值得投资的行业呢？因为脱口秀作为舶来品，在我们这里不具备群众的基础。可是任何一个艺术形式，只要这个艺术形式是原创的，它一开始都是不具备群众基础的呀。电影一开始也只不过是小酒馆里的简单投影仪。你要知道，一个产业能够成为产业，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具备可复制性。但是娱乐产业跟别的产业不一样，它取决于内容生产的水平，它恰恰就不应该具备简单的可复制性，对吧？即便是电影，一旦创作枯竭了，市场马上就会受到打击的。那我们再说一说现在国内脱口秀的水平，就算是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可能连保证一场商业演出的盈利都很难。它顶多就能维持1、2家酒吧的营业，但是我投资的方向肯定不仅限于1、2间酒吧。我们可以让一场商业演出盈利。不可能。那你要不要来打赌？赌什么？我们租一个大剧院，可以容纳500人以上的大场地，然后我们组织一场商业演出。如果我们让这场商业演出盈利了，这就说明脱口秀在未来是一个值得投资的行业。如果我赢了，你就投资我们。你知道做投资需要的是一套成熟的商业模式。如果只是一场商业演出的盈利，这个样本量太小了，它形成不了一个模式的。不过，我想接受你的挑战。这样，如果你们能保证在不接受任何外部帮助的情况下，让这场商业演出盈利，我就投你们。成交。你们俩打情骂俏的方式还挺特别的。啊，真的吗？但是我们必须得让这次商演盈利。太好了，咱们有机会了呀！还得是秀雅，演完这次一炮而红了咱。你看看，真是感谢秀雅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咱们得努力，这剧场的租金啊，我想办法去解决。我就想啊，咱们在这儿耗着，耗几个月，这是耗着，不如一把给它燃烧了。咱们这换一机会，是不是？对，干了，是吧？干！秀雅，那你上台吗？我还是不参加演出。你不演啊？但是我可以帮大家组织这次演出啊！我在组织活动这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那既然我们决定了，我们就开始分工吧。大家都要承担一定的任务。首先我们得确定我们的演出形式。演出形式那不就那几种吗？个人专场，拼盘秀、主打秀。但咱们这儿没有个人专场嘛，那一般拼盘秀比较合适。那加一主持人，加6、7个演员，每个人10分钟的话，咱们算下来1个半小时。好，那既然演出阵容确定了，那我们就需要找一个500座以上的大剧院。人家还得接受我们的演出。然后就是需要搞一些营销宣传，让更多的观众知道我们这次演出。这种演出是不是还需要演出资质啊？那就还得找一个有演出资质的公司。那得找一个。行，那我们开始分工吧。小兰和小东，你们负责解决剧院的问题，然后大勇哥负责解决资金的问题，我来解决演出资质的问题。实验，你去说服其他的脱口秀演员加入我们。好，我们一起成功，成功，成功。怎么样？决定了没有？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还是决定不说脱口秀。你要决定不说了，接下来肯定会有一段时间是心情低落的。
是啊，这段时间脱口秀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我每天下班就去帮贺，自己说脱口秀或者听朋友说。我现在下班都不知道该干什么，该去哪儿。不过对我来说倒是个好消息，以后你就会有更多时间陪我。但是我还要说一句啊，如果你是因为担心自己未来生计的问题而放弃脱口秀，其实大可。就算你选择做一个全职脱口秀演员，我也一定会全力支持你，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的。也不光是为了生计吧，我是觉得说脱口秀只是一项兴趣爱好，我还是需要为我以后的人生负责。其实很多成功的人都是把自己的人生投入到一项兴趣爱好当中。当然，做选择永远是最困难的。我们只是在一堆差不多糟糕的选项里做选择，然后承受这个后果，不能回头去看我们做过的选择，专注未来会出现的新选择。那成功的人不会后悔吗？情绪的波动一定是会有的呀，但是我们还要努力的、迅速的在第一时间摆脱掉那些坏情绪。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线下正在做的某件具体的事情上。摆脱坏情绪的好方法是具体。我觉得骑马就挺好的。是，对身体好，也能让人的心静下来。这个马场我有股份，你随时可以过来玩，不用跟我打招呼。好。啊，快！来，对不起，我还没准备好。没关系，我理解。我有耐心，我可以等。你们现在到底算是个什么情况？我们一开始就说好了，先相处看看，所以现在算是朋友关系吧，就还没上升到男女朋友那种程度。不过我跟他相处越久，我也觉得他的成功是有必然原因的，就会越来越钦佩他吧。钦佩他。而且现在相处久了，我能感觉我们之间也越来越舒服和自然了。哦，但是还是接受不了他摸你和亲你，身体上还完全接受不了。那你得好好想想办法啦。这搞对象吧，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要是真想跟他好好在一起，可以试试看主动一点儿，主动一点儿，主动一点儿。咱们今天好好喝点啊，不好意思啊，我一会儿还有事儿，所以直接说事儿吧。啊？怎么这喝点了？这不客气，咱们就别见外了，说重点吧。这成功人士都这么不拘小节啊？行行行，那我想想，我捋一下啊。那我开门见山了吧。就您知道我找您来是什么意思？我就想把这个酒吧变成一个职业说脱口秀的俱乐部。其中有几点呢？一就是能把这个演员的工资薪水提高一点；二能从别的俱乐部找来一些更优秀的演员呢，把这个场子给弄得更热；三日常开销；四推广、营销这些3年下来用不了100万，肯定行了。确实是不高，但是我不会倒。然后那个康路是上来。这话说的，说100万对您来说，那不就跟我扔一钢镚似的，扔了。是这样啊，就算是1块钱，它也是投资，所以不存在扔不扔钢镚这回事儿。而且，不好意思，我不会投我不看好的项目，我不看好脱口秀的市场。
你不是挺喜欢脱口秀的吗？正因为我是脱口秀的爱好者，所以我对这个产业是有研究的。脱口秀是个舶来品，和中国观众的欣赏口味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据我考察，就目前为止，能够真正成为专业脱口秀演员的，全国不超过20个人。作为供应方和需求方，太小了，形成不了一个产业链，所以它没有投资价值啊。说的有点什么意思？不挣钱？您看这酒吧，这么多人啊，在这儿看呢，您不看好？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看到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第2杯啤酒半价，同行女士免单”，所以很明显，这屋里的客人是被促销吸引进来的，而非脱口秀本身。这个酒吧我以前来过，没有那么多的人，所以就算不做市场调研，我也可以很明确，俱乐部是很难做起来的。那您为什么要支持秀雅说脱口秀呢？既然您说脱口秀这么的没有前途，因为立场不同，所以做的决定也不同。秀雅是我喜欢的人，我希望她快乐，我希望她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如果她选择做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我会无条件的支持她实现这个目标。但如果她喜欢脱口秀这个精品类艺术，我也会无条件支持她完成这个目标的。秀雅也不希望被你包养啊。我当然是以结婚为前提才会说这样的话的。你们这不还没走到那一步吗？你们离那一步还有好多步呢。是，但我已经决定会走到这一步了。我做过的决定，通常都是会实现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些小孩解释吧。然后就问我，就说啊，你也来上海玩的呀？那上海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你推荐吗？我说大都会你去过没？谢谢大家，我是们。大概都听明白了。非常感谢今天您来，耽误您时间了。不客气。秀雅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其实我也很喜欢跟你们待在一起的，但是我还有事要先走了，所以祝你顺利，加油，拜拜。你怎么就放他走了呢？这谈生意就得慢慢磨呀。这人家把话都说到那份儿，再说跟要饭有什么区别啊？再说我刚才脑子里不停的在想，站在秀雅的角度也不能再说下去了。这万一将来怎么样，这秀雅在里边，她会很难做的。徐云峰呢？啊？秀雅，不要离开脱口秀。